不过，要说到国产喜剧演员，其实除了沈腾以外，观众也不禁想到贾玲。2021年，她自导自演的喜剧温情片《你好》，李焕英实力碾压同期上映的《唐人街探案3》，以54亿的票房冲上影史票房第3的宝座。而这部电影为女主贾玲和张小斐的加持，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只是后续迟迟没有新作传来好消息。好在贾玲还手握一部《热辣滚烫》，同样是贾玲亲自导演主演，还在拍摄过程中就已经备受瞩目。该剧讲述了自甘堕落的月莹整天宅在父母家中，因为与妹妹产生矛盾，离家寻找新生活，并成为拳击手的故事。其实电影并非原创故事，而是改编自日本电影《百元之恋》，女性励志题材，收获了许多好评声音。女主安藤樱也是大奖拿到手软的影后级别女演员。也正是因为珠玉在前，想要通过改编得到观众认可并不容易。而且这类故事也不像《你好》李焕英中的母女亲情那样极具代入感。从路透来看，杨紫穿着条纹衬衫，配上白色长裙，气质里是有小女人的成熟感的，没有极力将自己扮嫩。不过，对颜值再自信也很难有说服力吧？毕竟也奔3，不是当初那个嫩得掐得出水的夏雪。而且还记得今年播出的《沉香如屑》中，杨紫饰演女主颜淡，仙侠剧里的滤镜有多厚，不用细说了吧？对于女演员来说，不想直面自己的年龄可以理解，但什么年纪演什么角色更重要，否则不光影响作品和角色，还就会被贴上扮嫩的标签。总而言之，热烈滚烫的故事改编难度大，剧情上很难与你好李焕英一样带给观众许多感动和共鸣。另外，选角上也说不上合适，29岁的杨紫要给40岁的贾玲演女儿，违和感可想而知。其实中生代的女演员们机会并不少，还不如去挑选合适自己的角色，给年轻小花留点机会。那么，你对于热烈滚烫的选角怎么看呢？